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强大，美国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我们的打压和针对也越发频繁了。因为如今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实力直逼美国，所以他们担心以中国当前的速度继续发展，必定在不久后会超越美国，从而对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产生威胁。所以他们就开始想办法阻碍我们前进的速度。但是如今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美国在很多领域都是有求于中国的，因此他们便开始了一边和中国谈判，一边针对中国的对中外交策略。近日中美两国元首视频会晤的消息被世界各国媒体广泛关注，双方就气候、两国合作、经贸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探讨与交流。会议长达3个小时，超出了预期结束时间的半个多小时。而且这次视频的时间是在早上进行的，但在美国却是晚上，可以看出我国是具有一定的主导地位的。不过在会晤结束后，美国就向中国传来了一个友好信号。据相关消息报道，多家媒体已经报道，美国将放松对中国记者的入境限制。据悉，长期以来中国驻美记者持有的只是一次有效入境签证，而这给很多记者都造成了麻烦，因为他们如果回国处理要事或者探亲后，想再次回到自己的岗位工作的话就很麻烦。而这次中美双方就彼此达成共识，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中美友好固然是好的，但是我们也应对美国有所提防，毕竟美国向来都是很狡猾的，很多时候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对于拜登政府的话，我们不能全信，而且美国的霸权野心一直以来都是很膨胀的，所以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想法。不过如果他们是真心实意想和中国合作的话，我们也不会拒之门外。但如果只是想耍一些花样的话，我们还是奉劝美国，还是早日收起野心为好，和中国作对不会有好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有了评论。据消息报道，近日基辛格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表示，中美会晤在当今中美局势火速升温的局势来讲，是一个好兆头，也是中美避免冲突的良好开端。如今中美两国都是世界大国，所以无论哪一方都不会接受自己的国家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很显然两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总之，我们也希望美国能够正视中美关系。如今美国境内的局势也不是很乐观，所以选择和中国合作才是美国唯一的强国之路。如果和中国作对，对美国没有任何利益，只会让自己更加落后。据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军队在试图进攻顿巴斯的民兵阵地时遭遇到反击，乌克兰军队损失惨重。仅在48小时以内，顿巴斯地区的民兵就用大口径火炮等军事武器对乌克兰军队进行猛攻，造成了14人的伤亡。而与乌克兰军队相反的是，顿巴斯民兵似乎是没有伤亡的。乌军还没有采取大规模的进攻，就遭遇到了如此强烈的反击，甚至乌军大量的军事装备都遭到了破坏，甚至毁灭。乌军也在节节败退，甚至有可能被顿巴斯民兵突破整个防线。有军事专家就分析到，还未全面对抗的情况下，乌军就有如此严重的损伤。一旦进入全面对抗，乌军损失的就不是10几个人那么简单了，有可能是数百名士兵，甚至数千名。而且乌克兰如此疲软的防线，很有可能激起顿巴斯地区民兵吹起全面反攻的号角，到时候整个乌克兰军队或许都会被全歼。其实从现在的局势来看，顿巴斯地区的民兵已经在进行反攻了。乌克兰如果不能制止住自己的颓势，乌军真的是有可能在顿巴斯地区全面溃败的。不得不说，顿巴斯地区的民兵真的是威武霸气，竟然在乌克兰正规军的较量中取得如此大的优势。就算是有俄罗斯在后面援助，但是毕竟在火力上是比不上有美械装备的乌克兰的。同时也证明乌克兰军队确实是非常的拉垮。但是你以为这就是乌克兰作为恐慌的事情吗？据可靠消息，已经有1200辆俄罗斯的坦克出现在乌克兰的边境。不但如此，还有各种多管火箭发射系统、自行火炮等武器装备同时到位。俄罗斯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内就集结了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要知道，俄罗斯现役的全部主战坦克也就4000多辆。这次俄罗斯几乎是拿出了全国1/3数量的坦克。从俄罗斯部署时间如此之短，规模如此之大，就可以看出俄罗斯似乎是有志在必得的决心。有西方分析人士也认为，俄罗斯调动如此规模巨大的力量，肯定不只是来秀肌肉的。预计不到2周时间，乌克兰或许将遭遇巨大的军事入侵。西方国家应该重视俄罗斯的这支坦克大军，避免俄罗斯突然袭击乌克兰。的确，出动这么大规模的坦克部队，光是维持住后勤补给都需要庞大的费用。再加上近些年俄罗斯经济本来就不算太好，如果到最后什么都不做，俄罗斯自己反而要损失惨重了。或许这次俄罗斯真的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乌克兰了。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欧洲是美国最具地缘重要性的地区，
而英法德也顺势成为美国实施全球战略中最得力的盟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看似坚固的盟友关系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据福布斯网站报道称，日前美国炮轰英法德的不靠谱行为，并试图为对抗中俄拉拢新的合适人选。近些年来，英法德的一系列表现让美国很失望，如英国正逐渐从欧洲大陆撤退，德国在军费开支上同美国叫板，陷入长期战备不足的境地，而法国正在倡导欧洲独立，脱离美国控制。这足以见得美国同欧洲重要盟友间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裂痕，因此拜登又重新物色了新的对抗人选。根据报道介绍称，意大利的各方面因素将决定其在未来几年内成为美国在欧洲的首要盟友，其中包括意大利的地缘位置、国防战备以及同美国高层的互信程度等。可以预见的是，意大利未来将会在大国对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对于这一可能的变更，外界并不看好。有人表示，意大利是妥妥的猪队友。显然，对于这一新的合作关系，外界的看法并不乐观。说到底，走到今天这一局面，完全就是美国自作自受。所谓的盟友，在美国眼里不过是维持其在大国对抗中的竞争优势的工具而已。所以，盟友是死是活，对于美国来说并不重要。今年从阿富汗的撤军行动已经让美国声誉严重受损，信誓旦旦的保卫承诺备受质疑。这也让欧洲盟友清醒，美国所谓的保卫欧洲还有几分可信度。一旦俄罗斯真的被挑衅激怒，美国愿意冒着风险来拯救欧洲吗？答案或许已经十分明了。所以说，这一次明面上是美国将英法德踢出对抗队伍，试图换新人选，但是在暗地里，这一事件发生了惊人的反转。欧盟一份长达28页的机密报告表明，将被欧盟排除在外的是美国。据《环球时报》军事援引路透社报道称，在一份长达28页的计划草案中，欧盟正打算组建欧洲军，用来脱离美国防卫控制。根据报告要求，这一计划预计在2025年完成，届时欧洲将有一支多达5000人的欧洲联合力量。尽管距离目标实现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可以看到的是，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正在进行脱离美国控制的关键一步。所以说，被抛弃的不是英法德，而是美国自身，拜登才是那个小丑。据媒体报道，在17号当天，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一场美日韩三方会谈。按照美国的计划，本来是准备就东亚地缘政治问题、涉及美国亚太战略部署问题和防务合作问题进行会谈和商讨。然而，从会后一些相关人士透露的情况来看，参会的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不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甚至还暴露出了美国在亚太影响力的进一步下滑。据透露，在此次会议上，日本和韩国的代表并没有太多讨论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提出来的内容，反而就目前日韩双方边境问题争议不断，以至于在会后不欢而散，直接把美国副国务卿晒在一旁。很有意思的是，原本美国是计划三国参会人员在会后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就会议上谈到的全球性问题、商业供应链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对外进行一些解答。结果因为日韩的坑爹来得太突然，直接导致说好的美日韩新闻发布会就美国副国务卿来了。在发布会上，舍曼还不得不硬着头皮解释，日韩两国正在持续解决双边问题，大家在会上的态度还是很友好积极的。实际上，从11月16日开始，因为韩国单方面利用直升机登上与日本争议的独岛，导致日韩矛盾快速升级。在以往，日韩类似的矛盾也经常出现，但是碍于美国的介入，双方只能握手言和。然而，伴随着美国国力的明显下滑，日韩明显开始下调了对于美国介入的影响程度，以至于在会议上，日韩的坑爹来得太自由，丝毫不给美电面子。有观察人士指出，在二战结束后，有关日本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几乎都是出自美国之手，目的就是为了分化东亚的合作可能性，故意制造矛盾。就如同当年英国放任印度独立，却故意在边境问题上制造不清不楚的遗留问题，直接导致如今印度依旧与巴基斯坦争端不断。然而半个世纪之后，美国人也没有想到自己当年遗留下来的地雷也妨碍到了自己组建军事联盟的计划，内部严重不和，日韩以至于连老大的面子都不给。众所周知，日本这个国家一直以来都有着强大的帝国野心，但是如今世界格局逐渐形成了中美俄三足鼎立的局面，让日本变得忐忑不安。因为日本跟中俄两国本来就存在矛盾，所以他们对中俄是存在一定的畏惧，因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就不断向美国靠拢，想让美国来为自己当靠山，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美国的庇护下对其他国家肆意的挑衅了。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最不想看到的是自己的主子与中俄两国握手言和的情形，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很可能失去美国人的庇护。
所以在近日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视频会晤后，日本就开始坐不住了。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有日本媒体消息透露称，日本政府最近与美国展开了新一轮的驻日美军驻留经费的协议商定，而他们也已经同意向美军提高对日本的保护费。在商定谈判的中途，美国也提到了如今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扩大，因此驻日美军的必须性也随之持续上升，所以日本应该为美军增加驻日经费。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也已经同意了为驻日美军提供更多经费的请求。随后，日本政府还向民众解释，提高美军驻留日本在各方面的经费，能对强化美日同盟起到很大作用。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如今日本看到中美关系出现转折后就开始紧张了。其实就像美国人所说，如今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日本现在为了讨好美国，就不得不给美国人增加保护费。只有向美军提供更多的钱，他们的安全才有保障。因为日本知道自己还欠着中国的血债，所以还是很担心中国会找他们报仇。但如今能与中国匹敌的只有美国和俄罗斯，而日本与俄罗斯的矛盾也是不少的，所以他们只能找美国人当靠山，因此就不得不答应美国人的要求。美国要求他们多给保护费，他们就必须多给，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不过，虽说日本现在想着用美国来当保护伞，但我们还是奉劝日本不要太狂妄和嚣张，最好安分和老实一点。因为日本在南千群岛问题上与俄罗斯的争议很激烈，也得罪了俄罗斯，所以暂且不说美国在有斗争发生时会不会真心帮助日本，就算美军驻日军队能出兵，但如果中俄决定联手对付日本的话，也不够中俄军队塞牙缝的。总而言之，我们还是奉劝日本最好不要玩什么心思，安分守己对当前日本来说是最靠谱的一条路。如果惹急了中俄，那日本面临的就是灭国的危险。